不是刚收到华清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正和班上的学渣天团们庆祝吗？不亏手啊，666啊！嘿嘿，人在江湖飘啊，哪有不挨刀啊？1刀1刀，2刀2刀，4刀。哎，你俩是不是忘了什么正事儿？啥呀？要不是甄姐给咱们补习，就咱们几个臭学渣，能考上大学啊？说不定都没法毕业。甄姐，甄姐，来，让我们热烈庆祝甄姐顺利考上华清大学，恭喜！耶！为了自力更生，赚取大学学费，才接下了给班里纨绔学渣们补课的活计，没想到却跟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甄姐，所以，我这是穿越了吗？那他们仨呢？江真，你装死也没用，让旭哥认婉莹为母，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你不要再纠缠了。江真，母亲在跟你说话呢，你听到没有？我想起来了，这是原主夫君，还有原主做小生意读完了书，考上了状元，却嫌弃原主攀附权贵，娶侯府嫡女为平妻，还让原主儿子认其为母。原主伤心过度，气绝身亡。江真啊，你心里也不用太过不平衡。婉仪是名门贵女，贤淑大度，让旭哥认她为母，那是旭哥的福分。如今你这般徇私觅活的样子，更像是粗鄙无知的乡野村妇，叫人晦气。晦气？当年余家一贫如洗，他连上京赶考的费用都交不起。若不是我这个粗鄙的乡野村妇为他托举，哪有余家今时今日的风光？你为何平日里这个懦弱性格的江真，如今倒像是变了一个人？江真，你莫不是疯了？你就是盛妹妹吧？恕我直言，你虽贵为侯府嫡女，但既然在我之后入门，说好听点儿叫平妻，说难听些，那终究是妾啊！这么多年，你一个妾室对我又欺又辱，他祖宗的规矩放在哪里了？侯府自诩名门，那我倒想问问，这哪家的名门把自己的女儿教得如此嚣张跋扈？母亲，既是一家人，你又为何如此斤斤计较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看来这就是原主那个白眼狼儿子了。平安喜乐，这枚玉佩上简简单单的4个字，却是原主快熬瞎了眼睛才刻上去的。求了于景绪很久，他才不情不愿的戴在了盛婉仪送的羊脂白玉之下。这被白玉所压的，又何尝不是原主被盛婉仪打压的一生？只可惜，我不是他。你干什么？我只是出了一些没用的东西而已。既然你已经认了侯府的嫡女作为母亲，身份尊贵，这种粗俗的东西就不能碍着你的眼了。这是我的东西。不，这是我送给你的，东西是我的，我有处置的权利。我是扔了丢了，还是送给阿猫阿狗，那都是我的自由，这叫财产所有权。来人，带他下去，好好反省。我自己会走。你起开！疯了，真疯了！哼！
夫人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去笔墨铺。以前不就是因为这间铺子才供得起余昭读书的吗？看不起原主的杀猪匠老爹，可当年余府上下的生计，却都是靠着他老爹给的这作为嫁妆的笔墨铺子供给。如今既然穿越了，那就得在这个世界有安身立命之本，这个笔墨铺就是发家第一步。世子驾到，出口闪开！快走！这位可是混世魔王。听说这位裴世子上个月嫌人家酒肆太吵，就纵马踏碎了人家半条街呢。世子，咱们现在去哪儿啊？这破时代，去哪儿不都一样？我说想去网吧，你们能带我去吗？这声音，瓦爸最近新开了一家青楼，听说那儿的姑娘水灵，世子要带咱们去见见世面。走。算了，跟你们这群古代狼说不清楚。是。大胆刁民，见了世子还不闪躲！这普通中透露着不普通的气质，这冷静中带着洞悉一切的审视。哎呀，这女子不是于中原家里那个原配吗？世子竟然对着一个杀猪匠的女儿叫姐，我是不是耳朵瞎了？不对，人不可貌相，杀猪匠不可斗量，说不定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厉害身份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他是我最尊敬的人，你们谁要敢以后招惹他，本世子给他挂城墙上当风干羊肉，听见了吗？喂，你们听见没？是世子爷，是大姐头。什么？你真嫁人了？是呀，不仅嫁人了，还有一个6岁的儿子。这间铺子就是我的嫁妆。惨，怎一个惨字了得！18岁美少女变成28岁美少妇，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正经点。好，我呢，其实也刚穿过来没多久，就只记得原主是落马昏迷，然后就变成现在这样了。也是昏迷。看来是因为那场车祸，导致大家一起穿到了古代。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。放心吧，他们那么狗，哼，一定能苟到最后。咱们最近还是打听打听，有哪家公子啊、小姐啊也陷入昏迷的。是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接下来不仅要找到其他人，我也要搞好我自己的事业。掌柜的，哎，来了。东家您说。近日这间铺子盈利如何？哎呀，近日京城的纸墨铺子新开张了好几家，咱们店的生意比之前是大幅锐减的。这倒也正常，人无我有，人有我优，这才是生存之道。库房这些，降低价格，尽快清空。您这是要卖铺子？那倒也不是，我近日翻看了一些古籍，研究出来一个造纸的方子，我想试一试，这样能多赚点钱。造纸？咱们用的不是油纸吗？我要造的是这个时代没有的高度。啊？树皮若干，剪碎后浸泡软化，蒸煮成浆，将原料放入锅中蒸煮，打浆捶捣，
把纸浆反复研磨。学好数理化，世界尽在我脚下。一穿越就造纸，挑战华夏4大发明之一。雪神从不抱怨环境，你真姐果然还是你真姐呀！这个是我研究的造纸秘方，你且按照这个方子去找些原料来。这……哎呀，真姐说什么你就办什么，听真姐的，准没错。行，您老了，俺也豁出去一把。哎，真姐，你看你多有魅力啊，大家都愿意追随你。你也好歹注意一下你跟我之间的身份差距。那咋了？一日为恩师，终身是亲姐。以后我罩着你。掌柜的，给我支20两银子。哎呀，于大人真没钱了。你少跟我磨叽，我是暂借，日后必还。我于昭还看不上这些银子。于昭，记忆里这又当又立的白眼狼像我，一切俸禄都被盛婉仪管着。他虽瞧不上原主，却总从原主这个笔墨铺子拿走钱花。真姐，这人谁啊？好像认识你。我老公。是什么？好，我这就去会会他。哟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状元郎吗？裴世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我在这儿很奇怪吗？那确实是蛮奇怪的，毕竟这位世子爷响当当的名声就是不学无术、人间纨绔啊。没有，裴世子，请问有何指教？嗨，指教谈不上，就是羡慕你娶了个好夫人。裴世子所言极是，于夫人贤良淑德，出身侯门，与于大人正是天作之合，郎才女貌。哼，出身侯门，可本世子怎么听说于大人的夫人是姓姜啊？哦，哼，难不成于大人你是当今陈世美？贞姐以前教我的典故可不就用上了？我可不记得我有哪里得罪过这位混世魔王啊。怎么回事儿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这你就不知道了。2年前，于大人中了状元之后，嫌弃自己结发妻子，娶了盛家的嫡女啊。那姜氏是那杀猪匠的女儿，当年供他读书，如今他辉煌腾达，他嫌弃发妻粗鄙，攀附权贵，哼，真是有辱斯文。裴世子，我今日是来笔墨铺子取些笔墨，你何至于此？啊？取笔墨？可我刚怎么听说是取银钱啊？哎，于大人，你如此嫌弃你的发妻，这怎么又来你发妻的笔铺里来取银两？难不成你做状元郎之前都是靠发妻接济的？我夫妻本为一体，我取我自己的钱，又有何错？你看，这我都以为我够不要脸了，没想到还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裴世子，我乃当朝状元，而你整天只知吃喝玩乐，似乎没有资格指责我吧？我呸！狗屁的状元！要天下的文人都跟你一样，这满大街那不到处都是妖魔鬼怪，还文采？我看你的文采也是假的。你什么你？怎么的？不服？不服咱俩比试比试。
一个史诗级大学渣，谁给他的勇气挑战古代状元？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既然裴世子都这么说了，那于某不接反而不行了。那我们就比试作诗如何？可以。裴世子，你就别自找没趣了，这可是新科状元，我闭着眼睛都知道谁胜谁负。就是，你还是去赌馆赌去吧。得了吧你们！你们这些古代佬知不知道什么叫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黑马？我是不行，可是我真姐行啊！你们就等着瞧吧。一看就很有才呀。对呀。自扫门前3尺雪，休亏他人瓦上脂。各守本心无妄扰，莫凭闲意乱才之。这是在讽刺裴衍多管闲事。好，于大人此事气魄雄浑，果然是上品之作呀！不愧是状元郎啊！别急，等着。啊，你看，啊。无心云秀本寻常，何须俗眼论短长？清风若解幽人意，自引松涛过重冈。没有激昂的抱负，没有刻骨的锋芒，却在平淡中表出真意，流露出一种超然物外，不至于物的通透。这竟是世子写的。这不是我的诗吗？没错，这就是甄姐当初在课堂上即兴发挥的诗作。我当时死记硬背了3个晚上，等的就是这么一个装逼的机会。状元又怎么样？这位响当当的学子，爸爸是北大中文系教授，妈妈是考古学专家，幼年耳濡目染之下，不仅会解数学物理题，在传统国学上的造诣更是遥遥领先。上下5000年的文学瑰宝都融入了他的血液，化为他信手拈来的底蕴。真不错，真不错，好诗啊！于大人的诗如锦绣华服，精美是精美，只是看久了总觉得刻意。可世子之诗，虽说字是下品，可这诗如山间清风，自然流淌，韵味悠长啊。这诗细看下来，似乎还有嘲讽于大人人品的意思。裴公子，你这诗不是代笔的吧？啊，我也没说是我写的呀，此乃卷望居士所写。卷望居士，神他妈的卷望！卷王，甄姐在学校响当当的名号，只要把这个名号打出去，其他人肯定会来找卷望居士。卷望居士，京城何时出了这种人物？我真想见识见识。以此人的才华，我敢断定，不出数日，便可横扫整个京城了。这不比状元郎还厉害啊！
本以为一个苏雨舟是京城才子之首也就罢了，现在又凭空冒出来一个卷望居士。我引以为傲的才学，我付出了无数心血才换来的大才子光环，在这一刻被一个面都没露的人轻飘飘的踩在了脚下。于大人，你可认输？裴世子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哼！哎呀，你看，好诗啊，这诗真不错呀。行了，各位，都散了吧。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怎么样，甄姐，这逼装的不错吧？嘿嘿，不仅打响了卷望居士的名号，还能对你之后开造纸铺有帮助。真有你的！不好了，世子！不好了，世子！公公爷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马车就在外面，要不先去城外的庄子上躲几天，等公公爷气消了，咱们再回来。哦，好，走。你等等，甄姐，你就让我走吧。你不知道那个镇国公有多吓人。10岁时，原主犯下大错，被拿绳子绑在城墙上，挂了3天3夜，半条命差点没了。15岁，调戏民女，送马踏街，被关在马棚里没吃没喝。17岁，聚众斗殴，染上赌博，被摁在街上暴打。那其他的我就不说了，你就让我走吧，好不好，甄姐？这被打的不冤。这郑国公这2个月去剿匪去了，你这个当儿子的不去贺喜反而跑路，到时又不会被惩罚的更厉害吗？是这么回事啊？给你出这个主意的，要么就是蠢，要么就是巴不得你被逐出家门。甄姐，救我狗命啊，甄姐！哎呀，是谁给裴衍出这个主意的？小的不能说啊！快说！我甄姐让你说什么，你就说什么。是夫人。夫人？哦，我姨母。我娘死后，我爹就娶了她做续弦，还生了个弟弟。但是他对我挺好的，我要什么给什么。还要什么给什么？我看不是要什么给什么，这分明就是想把你养废，好让他的儿子继承你的世子之位。世子之争嘛，向来如此。听我的，你回去，然后恭顺一点，日后我再想办法给你补课，让你好好的活下去。哎呀，甄姐，你就是我亲姐。不过亲兄弟也得明算账，补课费100两银子。嗨，什么银子？我堂堂大世子，100两，你瞧不起谁呢？要多少我有多少。再说，仇富。那甄姐，我这就去筹钱，等我筹好了，我就回来找你。走。裴炎的处境算是暂时缓解了，那其他人呢？我也不知道他们穿到了哪家，不知道能不能苟到最后。这已经高烧昏迷3天了，难不成公子当真要驾鹤西去了吗？公子呀，我除了壮丽还能怎么办呢？难不成真让我去上朝吗？我一高中人能上明白吗？我那不直接被皇上拖出去砍了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谁能救救我？为什么我同样一个学渣，偏偏穿成4大才子之首啊？国公爷，您消消气，妍儿她还小，难免不懂事。听闻您回京的消息，许是怕被责罚，一时慌了神才躲出去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您何必这么大动肝火呀？都18了，还小啊！这个逆子闻风而逃，毫无担当，四处闯祸，败坏家业。他若今日再不回来，
老子就开祠堂，将他捉出族谱。报，国公爷，世子回来了。叫这个孽畜进来。是。不孝子裴炎，给父亲请安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啊！儿子听闻父亲此次剿匪时不慎伤及旧患，心中担忧不已。方才便是去街上寻了最好的伤药，才回来的晚了些，还请父亲恕罪。这还是我那个从小就跟炮仗一样不服管教的儿子吗？只会梗着脖子顶撞，从未有过半分贴心。今天居然还给我买药，你倒也不是毫无长进，还知道有这么个爹。Yes， 然听珍姐的话准没错。儿子从前顽劣，让父亲操心了，都是儿子的不是，还请父亲原谅。这个草包纨绔，怎么突然就大变了性子？那个，父亲，关于此次剿匪，我有一些粗浅的想法。哦，在学校的时候，有一次月考，我们学渣天团集体进步，请珍姐看电影，就是和剿匪有关。珍姐还让我们一人写了一篇读后感，说来听听。我觉得吧，那些土匪与其一味斩杀立威，或是放其回归又恐其再崛，那倒不如加以甄别，择其轻壮，以工代赈，化害为利嘛。此等计策是你想出来的？我前些时间认识了一位夫人，她是状元郎于大人的妻子，她教会了儿子许多道理。她还说她计划要开一家造纸铺，要造出与这个时代不一样的纸。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此等女子竟有如此作为啊！那个父亲，能否资助儿子一些银两，也让我支持我的恩师嘛？说说看，打算要多少啊？哎呀，不多，1000两。多少？你所言可是真的？当然，可是我的贴身婢女亲眼所见，江真在大街上抱了裴世子啊！我就知道，裴衍那个混世魔王怎么会平白无故找我麻烦？原来是因为江真得罪了他。哼！父亲，你要去哪儿？父亲，走。啊！哼！大夫人，你这把大人和少爷的东西全都丢了，万一大人问责，我打扫我的房间，与他们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一个把其他女人抬为平妻的男人，一个把其他女人当做母亲的儿子，我还有什么可留恋的？江真，哼！母亲，你怎么把孩儿的东西都丢出来了？停！既然你如今已经认了盛婉仪做母亲，就别再这么叫我。你也不想她心里膈应吧？那可是有权有势的母亲。母亲曾经最在乎我的，她真的不一样了。江真，我看你真是疯了！谁允许你扔这些东西的？我府上一切东西都是我做主。这是你当初没考上状元时我买给你的，我自然有权处置。出身侯门，
可本世子怎么听说于大人的夫人是姓江啊？难不成于大人你是当今陈世美？好，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得罪裴衍了，害得我今日颜面扫地？得罪裴衍，他什么脑回路啊？我就算是得罪了又如何？与你何干？仙儿，继续丢，把这些肮脏东西全部丢干净。你江真，你这个疯婆子，我当初就不该娶你。哎呦，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！来人，把这个疯女人给我绑了！是，今日我便要家法伺候。快放开大夫人！仙儿，别管我，去报官，就说状元府滥用私刑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今日我就要状告这不孝儿媳。珍姐，我拿到我爹的投资了，咱们的造纸大业资金充足。哎，你不是珍姐的贴身丫鬟吗？世子爷，你快去救救我家大夫人！走。江真，你目无尊长，不守女德，你可知错？好，今日我便替列祖列宗好好教训你。住手！谁敢动他？我怎么听着像是裴衍的声音？住手！大胆！什么人敢闯状元府？状元怎么了？那也不准动用私刑，这在先皇时期就被明令禁止了。难道于大人是想挑战先皇的权威吗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闹着玩的。对对对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闹着玩的。闹着玩？我这满身的伤，原来只是闹着玩啊！原主在这个府上不受待见，做尽了下人干的粗活，老婆子也对这个儿媳妇非打即骂，留下这满身伤痕。江真，淤青已达轻伤标准，按法律规定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虽然好像听不懂，但是蛮有道理的。总之，于大人触犯了皇上定下的规矩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带走。你们，我是当朝状元，几个小兵竟敢跟我作对！少废话！放开我！夫君，昭儿，放开！父亲，你个祸害，真是给我们老于家娶了个祸害。江真，你未免也太狠心了，那也是你的夫君啊！夫君，娶你做平妻的是他，夺我孩儿的是他，欺辱我，打心底里瞧不起我的也是他。他从没尽过一个当夫君的责任，有何颜面说是我夫君？你，这江氏真的和从前不一样了。那个懦弱自卑、不敢高山、总是低着头的妇人，竟然怎么有一双仿佛看透一切的眼眸？母亲，别被他吓到，他竟然连孩子都被我抢过来了，足以证明他只能被我踩在脚下。带上你的白眼狼儿子，给我滚！他竟然连孩子都不在乎了。我不是白眼狼。母亲，既然你不愿看到我，那我以后就离你远远的。只是你可别后悔。哼！哎，旭哥，你等着。旭哥，旭哥，大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请了官兵来。官兵？我请的不是官兵，是裴世子。啊！你放开我！臭小子，
劲儿还挺大。姐，你把我放开！我要救救我珍姐。他们要知道珍姐是我陪世子的人，我看谁敢欺负她。行了行了，这个江真，我是很认可，但这不代表我就同意你能插手别人的家事。常言道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其中的利害呀，你这个毛孩子是没法承受的。哎呀，什么清官贪官跟我有毛关系？我只知道那不是别人，那是我姐。好了，我已经派人去救他了，他死不了。可是我没有什么可是。想让我继续支持你们的造纸大业，就给老子乖乖的听话。行，那我就暗里帮我珍姐，有我在，我就绝不会让她受欺负的。爹，你别走啊！你给我解开再走，我不去行不行？你给我解开啊！啊！无心云秀本寻常，何须俗眼论短长。清风若解幽人意，自引松涛过重冈。你是说这首精彩绝艳的诗词，竟是出自裴家纨绔世子之手？准确的说，是他搬运了一位叫卷望居士的诗。京城竟有这号厉害的人物，我竟从未听说过，真是愧对我当世文坛泰斗的称号啊！快，将他找来，让我好好瞧瞧这真人是如何的绝世无双。是。东家，这些都是按照您给我的方子找的材料，都在这儿呢。珍姐，珍姐，好消息，找到了，我找到第三个川。你们下去吧。我找到第三个穿越的人了，苏家大公子，四大才子之首，文坛泰斗陈大儒的得意门生，陷入昏迷至今未醒。姓苏？没错，我怀疑呀，穿到这个苏公子身上的就是苏二狗，真可怜呐！这平常在班里倒数第一、倒数第二的人，穿越成大才子，他行吗？他别说风凉话了，赶紧走吧，咱们得赶紧跟他碰面。哦，好。苏二狗，苏二狗，苏二狗！哎，这么叫能行吗？他现在毕竟也是苏太傅的嫡长孙呀。放心吧，他听到这么熟悉的称呼，肯定会出来的。苏二狗，苏……裴炎，好你个老小子，竟敢在太傅府门口叫嚷！你怕不是忘了8年前，因为你嫉妒我家周儿的才学，故人将我们周儿打了一顿，我们两家早已闹掰，你还有脸来？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苏太傅，以前的事儿那都是误会。我和二狗子，我和禹州，我们是好朋友。少在这里攀扯，我家周儿已经是5品朝廷官员，你一个流浪人员，没有资格在这里直呼周儿的大名。来人，去京兆府衙门，就说有狂徒在太傅府门前闹事，让他们给我拿人。靠！36计，走为上计，快跑！终于甩掉太傅府的人了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到底怎么和苏禹州碰面？哎，珍姐，我记得你有个6岁的儿子是吧？苏禹州不也有个儿子？他俩好像还是同岁，我们可以从他儿子身上下手啊！学堂，走。
是母亲，她是来接我放学的吗？她还记得我最喜欢吃糯米糕了。啊，怎么样？没事，反正我有2块呢，我也吃不完。要是让大家看见我对着如此平凡的一个妇人叫母亲，大家一定会嘲笑我的。我的母亲是侯门嫡女。他们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苏成明，我听我爹说你父亲病得快不行了，是真的吗？我娘也说太傅府请了好多名医呢。我记得你没有娘，你父亲要是病死了，那你岂不是没爹没娘？我父亲才不会死，你们都是胡说八道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姐姐请你吃个好吃的，给。谢谢姐姐。嘿嘿放开我！你跑什么？我能吃了你不成？你是大恶霸，祖父说了，看见你就要跑得远远的。哎，我好吧，苏家跟我还真是有世仇。哎，回来！我被大恶霸抓住了，你打了我就不能再打我父亲了。哎，我什么时候打？哎呀，好了，你放心，裴衍是不会伤害你的。我们都是你父亲的好朋友，他现在生病了，我们很担心。大家都说我父亲命不久矣。不会的，我呢有一个祖传秘方，只要你帮我转达给你父亲，我保证他的病一定能好的。但是这是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，你不能告诉别人，否则就不灵了。明白了吗？拉钩。你对别人的儿子都比对我好，是吗？雪儿，从今往后你是侯府嫡女之子，快叫母亲。母亲，从今往后，你的母亲就是我盛婉仪，中远侯府的嫡女，不再是那个杀猪匠之女的儿子。她平庸、懦弱、愚笨，以后她给不了你的一切，都由我来给你。母亲，你以前都能无条件爱我的，为什么现在不能？母亲，不就是应该无条件爱自己的孩子吗？等我长大后，功成名就那天，一定会后悔的。周儿啊，我可怜的周儿，英才绝艳的大才子，又是文学泰斗陈大儒的得意门生，难道真的是天妒英才吗？太医大人，我家周儿真的已病到药石无医了吗？啊，这从脉象看，苏公子的身体不像是生了重病的样子。可是若是换成其他公子，还有装病的可能。苏公子是谪仙般的人物，又怎么会装病呢？卡米萨玛，我只想抽卡追番打游戏，为什么偏偏让我穿越成清冷才子啊？我真的快要装不下去了呀！曾祖父，我想去看看父亲。孩子呀，你父亲病着，
怕是有病气传染给你。哎呀，罢了，任由他去吧，这是父子情谊。孩子呀，快来，来。爹，苏二狗，珍姐喊你写作业了。周儿醒了，太医，快给周儿再把脉。你说什么？苏太傅的曾孙苏成明竟然跟你是同桌？为何婉仪母亲也这么高兴？她也跟母亲一样，更喜欢苏成明吗？这苏家比起那行事张扬的郑国公府裴家，乃是真正的书香望族。尤其是苏成明的父亲苏禹州，年纪轻轻便进了内阁参政，人人都说他是未来的首辅。你若是能与他交好，那便是天大的机缘啊！日后你在学堂要多与他亲近，若是他有什么需要，你便全力帮助，知道了吗？婉仪母亲这是让我放低身段去巴结讨好苏成明。为什么我就一定要对苏成明低头？为什么我就要讨好苏成明？若是以前的母亲知道，她定会心疼我，定不会让我受委屈。母亲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听你的话。行，下去吧。我要去找母亲，我不信她真的不爱我了，她是最心疼我的。哎，少爷，大夫人在看书呢，您不能随便打扰。少爷，盛婉仪没有教过你不能随意闯进别人房间吗？母亲，我想吃糯米糕。你去跟盛婉仪要，她会买给你。糯米糕只要2个铜板而已，你能给其他孩子买，为什么不能给我买？我才是你的亲生儿子啊！明明你以前有什么好东西，你都是紧着我的。别说是2个铜板，就算是1个子儿，我都不会给你。不要试图用母子关系来绑架我，那是我的钱，我有足够的支配权。另外，既然选择了权势，就不要再要求爱，既要又要，当心一场空。你就是记恨我，认别人做母亲，可我还能怎么办？他比你有钱有权，他能够扶持我，而你只是一个杀猪匠的女儿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够了，滚出去！够了，滚出去！这痛心的感觉是原主吗？就算灵魂不在，斯人已逝，听到这些话，身体还是会下意识的心痛。母亲，滚出去！旭儿，旭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说话呀！哎，旭儿，一定是江真。哼，江真，你对旭儿做了什么？我发现你们父子俩真的很奇怪，既喜欢擅闯别人的房间，又喜欢把任何罪名都安插在我头上。我说于大人，你好歹也是个读书人，你这对自己夫人动私刑的做法，要是传到皇上的耳朵，恐怕会影响仕途。我劝你还是回家之后跟您夫人打好关系，省得她出去乱说，传到皇上耳朵里。不能生气，不
不能生气，忍住，一定要忍住。罢了，想必是旭儿做了什么事情，惹你不高兴了。你吃错药了？江真，算了，我今后也不会跟你计较这些。今天我来就是要告诉你，你以后只要不要招惹裴炎，在家中也不要和母亲还有婉仪顶嘴，那我就尽量对你好些吧。我需要你对我好吗？你的好很值钱，还是说你对我的好能让我有所提升？我自己对自己好不行吗？你对我很差，我对你也不好，这样不就扯平了？江真，你别得寸进尺，这个女人简直跟以前两模两样，根本就是疯了。糟了，那是我写的现代纸的销售方案。这是写的，看来江真心里还是有我的，知道我更喜欢有文化的女子，还私底下练字投其所好。江真，我就说嘛，你之前对我冷冰冰的样子都是假的，就是这字儿写的的确四不像，不过没关系，你一个没有接触文字的乡野村妇能这样，已经很不错了。这样吧，你对我温声细语些，指不定我一高兴就教你识文练字啊。还好这次写的是现代字，于昭这个古代人看不懂，只以为我是在瞎写。这样也方便我们培养培养感情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丑剧。丑？你说我丑？我好歹被人称作玉面郎君，你竟敢说我丑？娶平妻，夺我儿，你心丑，不过长得也不怎么样。江真，我真是疯了，才想和你和平共处。还不滚？还想让我再给你一下？江真，走着瞧。哼，走着瞧。我们新时代的女性进步起来，那都是用跑的。把这些窗户全部换成打磨的最透亮的云母片，虽然价格比糊纸窗贵了数倍，但最起码看着亮堂。我要的是客人一走过来就能看到店里的景象，被吸引进来。另外还有来了，什么来了？珍姐，我把苏二狗带来了。珍姐，不愧是一世独立，宛如谪仙的苏公子啊！珍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好想你啊！这感觉才对味儿。原来清冷孤高的苏公子，其实真实的样子是这样的吗？不仅裴世子跟随东家，就连苏公子对东家也如此依赖。东家果然是了不得的人物。走。哎，起来！想我堂堂一个大学渣，穿越到这里，居然变成了京城四大才子之首。什么狗屁四大才子，我连那几个字都认不全。他们还逼我天天上朝，我上个鸡毛啊！要是露了馅儿，
皇上就要把我剁成嫂子。就你那点出息！装什么装？我用屁股都可以想你来的那天晚上哭的一定比我还惨。我，贞姐，我怀念我的快乐肥宅水，我怀念我熬夜追番的日子，我怀念我游戏账号里的装备。老天爷，求求你让我回去！我发誓，我再也不抱怨自己抽卡手机最烂了。兄弟，认命吧，回不去的。好了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帮苏二狗维持他原主的人设。是，还好我不用上场，我只用在府里对付我那两面三刀的姨母就好了。我想到了，我罢官。不可，你现在可是内阁学士，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官职。有了这个身份，我们在这个朝代办事能方便许多。贞姐，我怕等不到咱们行便礼的时候，我就挂了。别担心，我会帮你补课。补什么课？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。这做官看似复杂，但其实都有内在的核心和模式。苏二狗，你回去以后，把经手过的文书全部整理好带过来，我先帮你归纳，然后再教你进行拆解，我们总结出来公式，到时候你就按模式来套用，基本能应对80%以上的场面。这不跟高考一样吗？不一样。高考失利，我可以回去继承家业，朝堂失言，我的狗头就不保了。哎呀，这不有我陪着你呢吗？你也要补课呀？我还给了甄姐1000两补课费呢。我2000两。哎，你有病啊！这都给我争？上高中的时候就跟我争倒数第2，现在来这儿了还得给我争？那咋了？行了，我不要你的钱。甄姐，你把我当外人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只说不要你的钱，没说不要你的补课费啊。啥意思？我跟裴岩打算生产一批现代纸，发展在这个时代的事业。虽然现在只是筹备阶段，但已经可以开始预定制了。我打算打着卷望居士和你苏公子的名头，为我们的现代纸造势。你把明星代言那一套用到了古代 ，YYDS， 我同意，我举双手双脚同意。我的名号你随便拿去用，我苏禹州就是甄姐最忠实的拥护者。去一边去！我才是甄姐头号粉丝。卷王居士，甄姐，原来最近京城当中闹得沸沸扬扬的，被夸赞连篇的卷王居士，就是你啊！连你都知道了，哎，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。这消息、名声都传出去这么久了，一个人没找过来，还是我找的你。没事，我们早晚会会合的。滚！都给我滚！我才不会喝什么鬼安胎药！以端庄优雅著称的将军夫人，为何如今变成了个泼妇？难道怀孕的威力如此之大吗？还是夫人在为了将军的死而伤心？为什么穿越的偏偏是我，还穿成个身怀6甲的寡妇？堂堂倾城一朵小花，如今竟沦落至此。
你还好意思上桌吃饭？昭儿因为你接连受到了2次非议，简直没有尽到一个正妻该有的责任。我要是饿死了，于昭就不是被审问2句就能回得来的了。是你们擅自对我动用私刑，才让于昭被抓了进去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这是强词夺理。那上次呢？要不是你当街爆裴炎，把那混世魔王得罪了，他也不会针对我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替我取平妻的丑闻。明明是裴衍抱着我不放，怎么传成我大街上强暴裴衍了？许是你一边看不起原配，一边又在原配的嫁妆铺子里拿钱的行径，让他看不下去了吧？你在胡说什么？要是让婉仪知道我背着她存了私房钱，她定会大闹。婉仪，别听江真胡说八道，她想挑拨你我的关系。再说，就她那个破铺子，能赚几个钱？要我说，不如关了算了。那是我的嫁妆铺子，是我的东西，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我倒觉得夫君的提议很中肯，既然赚不着钱，不如就关了吧，省得浪费精力了。这样吧，姐姐，既然你那么想开铺子的话呢，我名下有一家生意尚可的绸缎铺，可以赠与你打理，也算是一个进项吧。多谢妹妹，不过那笔墨铺是我父亲置办的唯一嫁妆，不可能关门。你不要铺子，那你要什么？尽管开口。是妹妹弄错了一件事情，不是我要什么，而是你要的太多了。夫君，你要；正妻的尊荣，你要；甚至我半条命换回来的儿子，你也要，什么都要，太贪心了。姐姐，我若真是贪心的话，我便会让夫君一纸休书将你遣送归家，而不是容你继续留在这余家，占着名不副实的原配之位。有趣，休不休妻的，什么时候由一个后进门的平妻做主啊？你把于昭放在什么位置？还是说，因为你是侯门嫡女，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打心眼里没看得起她过？于昭虽顾及盛婉仪是侯门嫡女，却也容不得把自己的颜面被拉在地面上践踏。这对他这样又当又立的男人来说，简直把他的脸面踩在地上。夫君，我只是一时情急，口不择言，绝无半分逾越之意啊！明日我便会亲自带着旭哥去拜访陈大儒，我爹爹都已经打点好了，大儒定会收旭哥为学生的。陈大儒是当世文坛泰斗，门生故旧皆是朝野公公，要是旭哥能拜入他的门下，前途定会不可限量。罢了，况且婉仪方才那话也是无心之失而已。啊，吃饭。太好了，我要是能拜入陈大儒门下，将来定会成为人中之龙。母亲那时一定会看清苏成明和我的差距，继续无条件的爱我。多谢圣母亲。失陪了，你们继续吃。于大人，马车已经备好，随时可以出发去陈府。好，走吧。江真很漂亮，从前怎么就没发现？哟，姐姐，打扮得这么漂亮，莫不是要跟我们去拜见陈大儒，好在外人面前彰显你原配的身份吧？江真，陈大儒最重门风清誉，你这等身份还是不要去自取其辱，以免连累旭儿。难道母亲就为了和盛婉仪
每当我想靠近他时，他总让我为他的粗鄙庸俗感到羞愤。今天是现代只在笔墨铺进行预售的日子，我才精心打扮盛装出席，没想到倒是被他们误会，真是可笑。别这么看着我，就算是让我去，我也不会去。更何况他一介大儒，若是只看门第高低，不看学生资质的话，此等趋炎附势之徒，不拜师也罢。母亲这是在说我资质差吗？我从不会轻易定论一个人，但一个人无心感恩，是个白眼狼的话，我想他的资质也不会好到哪儿去。江真，这么豪华的马车，能坐上这种马车，一定是身份显赫的人。走吧。啊？走吧。是。这么豪华的马车竟然是来接江真的？这好像是苏府的马车。不可能，他苏家是名门望族，怎么可能跟江真有牵扯？你定是看错了。也许是我看错了。这马车啊，就是江真为和你较劲，花大价钱去雇来的。好了，我们也快去拜访陈大儒吧，别因为江真耽搁了，以免误了大事。走一走，看一看了啊！跨时代的产物，走在科技的前沿，让大家看看我们这款产品，一款书写顺滑、不易浸透的现代纸。你是否经常为笔墨浸透纸张而烦恼？你又为书写不够顺滑而烦恼？那恭喜你们来对了。我们这款产品，那就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现代纸。我们就让裴炎一个人在这儿销售，没问题吗？那你表情再高冷点。高冷点。哎，去那边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今天由愿望居士和苏大公子强烈推荐的这款现代纸，现在预定，不要988，不要888，只要1两银子，学霸专属现代纸，立马带回家。现代纸，我怎么没听过这玩意儿？一张纸而已，居然敢卖1两银子！你们看，站在那儿的真的是苏大公子啊！苏公子那般谪仙一样的人物绝不会骗人，连他都推荐，说明这现代纸一定是好物。还有京城风靡的那个卷望居士，虽说是卷望居士本人没有来，但是裴世子说他也推荐了，说不定啊，这纸真的深藏妙用啊！哎，各位，错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儿了。今天呢，限购名额仅有100名。难道你们想让你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吗？啊，当别的孩子都在使用现代纸的时候，你们的孩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，并问着你们：爸爸妈妈，这是什么？裴世子说的对，我要让孩子向卷望居士和苏公子学习，我要预定2份。我也要。哎呦，我也要。
好，都有，来，培眼这销售能力，还在走学习这条弯路吗？但说到底，还是甄姐你的销售策略强啊，您才是她背后的女人。总觉得这话听着怪怪的。哎，算了，我去看看伙计们，纸浆打得怎么样？大人，找到了，有卷王居士的消息了。听说他出现在一家笔墨铺里。备马车，我要立刻去见这位人才。可是今日不是约好要见状元府那位小少爷的吗？一个平庸之辈，哪能跟卷望居士相提并论？快，备马车！哎，是。我是于昭，约了大儒今日见面。真是不巧，大儒刚刚出门。怎么可能？大儒约了我今日见面啊！事发突然，望于大人见谅。这摆明了就是陈大儒没把旭哥放在眼里啊！到底何事，亦或是何人，能比今日旭哥拜师在陈大儒心里更重要？恳请告知大儒去处。今日我携家眷，务必见大儒一面。大儒去笔墨铺找人了。笔墨铺？对，就城东最小一家。那不是江真的铺子吗？陈大儒为何去江真的铺子？走，去笔墨铺。健忘居士强力推荐的现代纸，名额有限，大家快点抢购啊！剩下的份额我全都包了。这不是陈大儒吗？这可是文坛大佬，没想到我等凡人还有缘能见他一面。这好像就是原主的老师，我该不会露馅吧？预定现代纸，剩下多少份额，我全包了。条件是我得见上卷望居士一面。原来这陈大儒也是冲着这卷望居士来的。爱才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更何况是陈大儒这样的态度。说起来，我们确实还没见到过卷望居士的真容。这笔墨铺子的生意何时这么好？前不久不是一个盘不活的小铺子吗？裴衍，这个混世魔王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么大的单，我得问问居士。别废话了，快将我预定现代纸剩下的所有份额写下，速速带我去见卷望居士。卷望居士？又是卷望居士？原来陈大儒着急来见的人就是他吗？可这不是江真的铺子吗？难道说……早就听闻大儒才高八斗，德高望重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如此。你是何人？莫非你就是卷望居士？江真就是卷望居士？大儒说笑了，我怎么会是卷望居士呢？大家好，我就是卷望居士。甄姐何时连替身都找好了？她为什么不在人前袒露自己卷望居士的身份呢？天啊，这是卷望居士，竟然是个女子，如此年轻貌美。有我和苏公子的推荐，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现代纸。虽然现在只是预售阶段，但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哎，我还要预定，我也要，我也选择居士。如你所见，我是这间笔墨铺子的主人。如今我已将这铺子转卖给了卷望居士，由他来进行这现代纸的售卖。我就说嘛，
江真怎么可能是卷网居士？江真不过是个乡野村妇，这卷网居士是如此的美艳惊人。不知先生有何指教？不知先生有何指教？我不相信外面那个女子就是卷望居士，她身上没有半点书香之气，比起文人雅士，她更像是养在深闺的女子。倒是你身上的气质更为特别呀。大儒学贯古今，晚辈有一疑问，思索良久，不知大儒能否解惑？这种被审视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活了大半辈子，我竟在这个年岁不过20的夫人身上感觉到一种权威，就好像回到几十年前启蒙的课堂，我还是学生，而他已成了先生。他这并非是请教，而是考教。如今文坛，辞藻华美，格律精严者众。然，晚辈观诸多文章，譬如某些宫体诗，虽字字珠玑，句句精巧，却如七宝楼台，遂拆下来不成片段。不知先生如何看待此弊？我何尝不知此弊，但牵扯太广，积重难返，绝非3言2语能厘清，更涉及许多权贵附庸风雅的喜好。必在重刑轻神，当以义为主，辞为辅，华才不背本心。非也，此乃师者，胸无丘壑，文质虚彬彬；一身者，辞自雅，胸有丘壑，华彩皆成风骨，岂在刻意去留？一介妇人却有如此见解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，不愧是卷望居士，老朽佩服。看来是瞒不过陈大儒的眼睛的，还望大儒能替我隐瞒身份。为何？就应该让他们都知道你就是卷望居士，让他们都知道女子也有一身本领和才能。现在还不是承认身份的最好时机。我与于昭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情，若是让他知道了我就是卷望居士，更是这现代纸幕后的老板，说不定以后不肯和离。也罢，隐瞒身份一定有你的原因，老夫答应你，绝不告诉其他人。多谢大儒。那不是老朽的最得意的门生吗？罪过罪过，光顾着找卷望居士了，竟然连这么个大活人都没看见。父亲，曾祖父说您大病初愈，不宜在外久待，您跟我回去吧。哟，苏二狗，这你儿子？这你儿子？你儿子？你儿子？父亲果然很讨厌我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是父亲意外重要后和花楼女子生下的孩子，他不喜欢我也正常。我一个18岁的黄花大闺男，穿越到古代也就算了，还有这么大的儿子，谁愿意承认呢？你儿子就你儿子嘛，多可爱！
叫干爹。我不要，你是混世魔王，我才不叫你干爹。哟，你小子还挺有脾气的啊！你叫我一声干爹，我让你亲爹抱你一下。哎，生下来这么大，父亲就从来没抱过我，被父亲抱在怀里是什么感觉？干爹！哎，嘿嘿嘿，好儿子。你这儿子比你有出息。哎呀，过来，这位叫干娘，这你爹可是最听他的话，这让你爹往东，绝不往西。你要是把他哄好了，以后想让你爹抱，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？干娘，嘿，太可爱了。这孩子的原生父亲性子高冷，怕是他从小没有怎么感受过父爱。人家动漫里穿越都是拯救世界，我倒好，拯救儿子。抱抱抱。这是爹爹第一次抱我。陈大儒，请大儒留步，请大儒收旭儿为徒。阁下是？我是中远侯的嫡女，家父拜托过您的，让您收下犬子。对，我们知道您到笔墨铺子来了，特意跟随您前来。举止局促，神色慌张，唯唯不敢自专。此等禀赋，断非成大事之人呐。此子资质平庸，并没有达到做老夫徒儿的标准，请回吧。大儒，您怎肯只凭一眼就妄论我儿资质？你是在质疑老朽的眼光吗？老朽纵横文场数十年，从未走眼。我父亲跟您打过招呼的。老夫只是答应观一观这孩子的资质，可从未说过收他为徒啊。不过说起收徒，老夫倒是看那孩子更有资质些。老师，罢了罢了，我不是来找你的。先生好，可愿拜入我门下呀？我没听错吧？陈大儒从不主动收徒的，竟然向这小儿发出了邀请。没见识，什么小儿？这是苏公子的儿子。原来如此啊，怪不得陈大儒要主动收他为徒。收了卷望居士的干儿子为徒，以后就能常找借口来找他讨教了。他们搁这传花鼓呢。既然苏二狗魂穿了苏宇宙，那他是不能尽到原身的博才多学教导儿子的责任了。让苏成明拜师陈大儒，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儿。愣着做什么？快叫师傅！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好，好，好！凭什么都那么向着苏成明？明明我才是要拜师的那个人，明明我才是母亲的亲儿子，为什么你们都喜欢他？相公，我也不知道我父亲。这个就是你说的打好招呼了，让陈大儒收旭儿为徒，当初就不应该相信。这陈大儒喜怒无常，做事不按套路出牌，我也不知道会这样。要不我再去求求我父亲。我于昭的儿子，就算不拜陈望之为师，也一样是人中之龙。我们走。哟，这不是和苏公子、裴世子混迹了一天的江老板吗？还知道回来啊？看来之前看见你上了苏家的马车，不是错觉。本以为你跟裴苏两家交好，没想到是把铺子卖给了卷望居士。哼，你别以为这样就是巴结了苏家和裴家，人家可是京城最有权有势的人物，名门望族，怎么可能和你这样的乡野村妇做朋友？
我劝你啊，离他们远点儿，免得到时候得罪了贵人，连累我们。我与谁交往，交往到什么程度，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莫非是因为今天拜师失败，所以把气都撒到我头上了？江真，你还好意思说？定是你之前2次为父亲带来的非议，让陈大如知道了，误以为父亲当真是强娶平妻，冷落了原配的无情无义之徒。陈大如最是看重家世清白，定是这个原因才拒绝收我为徒。对，要不然怎么可能在我父亲都打过招呼的情况下，陈大如仍然拒收旭哥为徒呢？先不说，分明是因为于景旭资质不够，入不了陈大如的眼。就算是陈大如因为家世才拒绝收他为徒，那我也只会赞叹大家终于看清了你于昭的真面目。你果然是巴不得我拜师失败，你这个乡野村妇，你什么都不懂。如今我的前途毁于一旦，你满意了？我根本就不在乎你的前途如何，何来满不满意一说？最后给你一句忠告，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不靠他人所得，也不靠他人所毁。说什么大话？你们不也一个个的帮着苏成明的前途吗？还不懂？文章的核心模板我已经讲了3遍了，你到底哪里不懂？你干嘛？我只是让你写一篇最简单的作文。我请问呢，你写的什么鬼画符？还有你这字儿，怎么就能写得这么丑？哎，原神的那些技能，你是一点都没继承吗？啊，我可以跟他们说我右手断了，我用左手写的。我想静静。混世魔王说的没错，不是如同从画中走出来的仙人一样的父亲，竟然在干娘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来。小明，你过来。我叫你呢，小明，过来。来了来了，先看第1页，看得懂吗？珍姐，我这就得说道你。他虽然是我儿子，他是个小孩儿，你跟小孩这么过意不去吗？干娘，我能看懂，只比开蒙的那些书略微简单一些。真的吗？这简单吗？这到底哪里简单了？不愧是苏雨洲原生的儿子，果然聪慧过人。那好，小明，你就以第1页的核心要点，假设学堂学生要求增加冬日炭火供给，写一篇简短的成文给我看看。格式完全正确，套话运用得当，核心诉求明确，逻辑清晰，文字虽还带着孩童的稚嫩，但以出具公文出现，比写了半天鬼画符的他爹强了何止100倍。苏二狗，哎，从今天起，你跟你儿子学。伤害性不高，侮辱性极强啊！
苏二狗，你也有今天。还有你，跟我过来，熟悉兵法。No。我的大孝子啊，来，你跟为父讲讲你写这篇文章的心得，一个字，一句话，都给我细细道来。裴炎，你到底有没有长耳朵啊？我1分钟之前刚讲过。那可是郑国公的嫡长子，夫人这么辱骂，真的没关系吗？万一裴世子翻脸不认人怎么办？哎，不讲，走。甄姐，裴炎，你好歹也是个高中生，就这么几个简单的字，你看不明白吗？看得明白。你要是再不好好学，你就等着被你继母的儿子取代地位，然后死翘翘吧。甄姐，你多一点耐心，多一点关心嘛。那苏二狗他不就有个好儿子吗？看似教学，实则偷师。他苏二狗真狗。羡慕啦。那你先找一个愿意为你生儿子的姑娘再说吧。就你现在这文不成武不就的样子，有哪个姑娘看得上你呀？你这37度的嘴，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？兵法不是教你死记硬背的。你看那群蚂蚁，假如你现在就是糕点旁边那群比较弱的蚂蚁的头领，强的那个马上就会来抢你的食物和地盘，你会怎么做？哦，甄姐，我明白了。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。我先假装不要这块蛋糕了，等他们过来搬运的时候，我再从侧翼突袭。还不算太笨。再看那边树枝，被风吹得都弯下去了，风过了又弹了起来，这叫以柔克刚，避其锋芒。驿站传递紧急公文，换马不换人，接力而行，兵贵神速。紧闭城门不出，待敌军粮草耗尽，再进行反击。以逸待劳，以静制动。世子，找到了！大惊小怪，找到什么了？你之前让我调查京城的昏迷人士，找到了。快说！10日前，将军夫人听闻将军战死沙场，伤心过度，踩空了楼梯，然后就摔晕了。但是醒来却判若两人，之前是端庄典雅，现在像个泼妇一样。不知是因为丧夫还是因为怀孕。什么？怀孕？我赌5毛钱，这人一定是谢之云。天哪，我本以为我够惨了，没想到强中自有强中手，她竟然穿成了个孕妇。哦，不对，是怀了孕的寡妇。事况紧急，我们还是赶紧去找她吧。这恐怕有点难。将军死后，将军夫人的孩子是他家唯一的血脉，傅老夫人把他看得特别紧。行了，知道了。哎，苏二狗大病初愈，按理说苏府应该要举办家宴庆祝庆祝。哦，明白了，我这就去通知苏二狗。苏二狗，苏二狗，到时候把苏府家宴的请柬发给京城各大世家，再在请柬上写上眷望居士的名字，让大家知道眷望居士也会去。谢之云看到之后定会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你们应该知道了吧？苏太傅为了庆祝苏公子大病初愈，办了场家宴，需要携带家眷。这也快到月底了，江真，就陪我在府里算算账吧。你们吃吧。
你笑什么？好像你是怕我去了，丢了你的面子吧？毕竟比起我，盛妹妹身为侯门嫡女，更让你拿得出手。玉章，你是有多自卑，才需要用女子来撑场面？降真，降真！哼，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一个人顶天立地，就算你用言语激我也不会带你去。跟你一起去，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吗？你，哼，果然是乡野村妇，说话如此无礼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就在府里好好待着，哪也不许去。家宴我带婉仪前去。来，把这安胎药喝了。我不。哎，我这婆母严厉又不近人情，在她面前拒绝喝安胎药，说不定下一秒就能找人把药往我嘴里灌。老夫人，这是苏家差人送来的请柬。苏太傅的嫡长孙大病初愈，邀请你和夫人一起参加苏家家宴。时允正在孕中，不便走动，帮我把她回了吧。咦，最近京城正名声大噪的卷望居士也会去。你说谁？你说谁？远王？那不是甄姐的外号吗？甄姐怎么可能在这里呢？还是说甄姐也穿越了？哎，等等，我也要去。家宴之日，定是人群聚集，万一把你伤了碰了，伤到府里的孩子怎么办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去。你要不让我去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，不让你们一尸两命！快拦住他！自从昏迷醒来，性子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如此冲动鲁莽，简直脱不了。行了，同意你去，但是务必让嬷嬷全程跟着你，保护你的安全才是。行。于大人果然是青年才俊呐！听说于夫人还是中远侯的嫡女，怪不得看得如此端庄有礼，跟于大人还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呀！夫人，我们奉了苏公子的命令来接你。你说谁？远王？那不是甄姐的外号吗？甄姐怎么可能在这里呢？还是说甄姐也穿越了？哎，等等，我也要去。家宴之日，定是人群聚集，万一把你伤了碰了，伤到府里的孩子怎么办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去。你要不让我去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，不让你们一尸两命！快拦住他！自从昏迷醒来，性子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如此冲动鲁莽，简直脱不了。行了，同意你去，但是务必让嬷嬷全程跟着你，保护你的安全才是。行。于大人果然是青年才俊呐！
听说于夫人还是中远侯的嫡女，怪不得看得如此端庄有礼，跟于大人还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呀。夫人，我们奉了苏公子的命令来接你。于夫人到。于夫人？哪个于夫人？还能是哪个？自然是于昭、于状元的夫人。那刚刚那位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那位于夫人是于府的平妻，而眼前这位是于大人的原配发妻江氏，听说出身不高。他竟还是来了，定是跟着我偷偷来的。出身不高，怪不得。你看他那身衣裳，比起盛家嫡女，确实是有点寒酸的，上不得台面。谁说不是？盛世，那是真正的侯门贵女，规矩礼仪是一丝不错。这位嘛，到底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也不知于大人当初是什么眼光。这蠢妇，一定是故意过来让我蒙羞的。就是的，都闭嘴！你们一个二个穿的人模人样，嘴里都喷的什么粉？裴炎竟然为江真说话。不对，他一定是一时兴起。这裴炎一向是一个随心所欲之人。我这就帮甄姐说两句，也不算暴露我跟她的关系。原来他就是江真，言儿确实在他那里受教不少，是个有本领的人。这个裴世子果然和传闻中一样，是个混世魔王。国公大人也不管管这纨绔儿子。妄自贬低他人者，其行与宵小之徒无异。妄自贬低他人者，其行与宵小之徒无异。这不是苏公子吗？裴世子这样也就算了，就连苏公子也如此粗俗的骂人，这还是传闻中淡泊出尘、风光霁月的谪仙吗？是啊，这位夫人乃是我邀请的贵客，我看谁敢妄嚼舌根。一个裴炎，一个苏雨洲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裴炎和苏雨洲跟卷网居士关系匪浅，定是因为江真把笔墨铺卖给了卷网居士，所以他们二人才给江真几分薄面。对，肯定是，否则凭江真这个乡野村妇，怎么可能得到京城最有权势的二人袒护？将军夫人到。我这眼睛受了什么污染？说将军夫人落水后变了个性子，看来当真如此。这外表还和当初一样，端庄优雅，这品味……哎呦我操！这语气，这用词，也太他妈熟悉了！是他，是谢之云。快扶将军夫人入座。来人，拿个软垫子来。不用了，我这次来就是想来见识见识传闻中的卷望居士。卷望居士之才华，让我心生向往，佩服不已。
平日里让夫人静心读2页书都不肯，现在说崇拜一个搞学问的局势，我怎么就不信呢？准备！这是真姐，竟然还有王二虎、苏二狗。这位就是卷望居士。他是卷望居士。夫人，可是你身子不爽利，要不咱们先回府。不，太傅，恭喜苏公子大病初愈，我家夫人身体不舒服，就先行一步了。贺礼我们已经送到。夫人留步，夫人留步。这位夫人请留步，我家夫人身子重，不便离得太近。旁人都道红配绿，俗不可耐，但我一直觉得红色炽热，绿色生机，若搭配得当，譬如春日海棠映新叶，反倒有种旁人不懂的蓬勃张扬之美。这于夫人不是乡野村夫吗？怎么说话听着还挺有水平的？哎，不对，他怎么突然来这么一大段长篇大论呢？这江真莫不是得了失心疯，怎敢在将军夫人面前讲这些？他这是要害死我呀！夫人，我姓江，名江真。我叫裴炎。苏雨舟。将军夫人怎么这个反应？难道被气哭了？江真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！住嘴！我的身子没有不爽利。嬷嬷，我们继续参加宴会。必须找个机会和珍姐会合。哎呦，哎呦！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我要上厕所。哦，不是，我是说我要如厕。还请夫人再忍一忍，咱很快就到将军府了。不行，我忍不了，我现在就要拉。哎，这，你不让？那我就一头撞死在这，不让你们一尸两命。又来了。好，哎，那老奴陪你去。不用了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哎，别跟着我。哎，你谢之云怎么还没来？不会出什么岔子了吧？珍姐，珍姐，没想到有生之年我还能再见到你，我太惨了。我上辈子是扎了银河系吗？竟然穿越成一个孕妇，我整天被关在屋子里面出不来，不是喝安胎药，就是喝十全大补汤。你看，我都快肥成猪了。我一个花花大闺女，竟然马上要生孩子了。得了吧，姐，你高中时候谈的那些男朋友，那都能组成一个加强牌了。那能一样吗？那不过是牵牵手、亲亲嘴。我现在是真的要生孩子了。好啦，你先别觉得你自己最惨。我，状元夫人，可丈夫转头就娶了平妻，儿子也认了别人当妈。啊，他，郑国公世子，听着倒是风光，被继母捧杀的臭名昭著。指不定哪天就被继母的儿子取代了身份和地位。还有他，顶级大学渣，如今却穿成了清冷高贵的苏大才子。现在只能疯狂补习，日后见了皇上，稍有不慎，那可是会掉脑袋的。
这么一比，你最起码性命无忧，吃穿不愁，肚子里留着一个姨父子，大家都把你当宝一样宠着。好像似乎大概我真的不是最惨的那个。可是这具身体的婆母简直是太严格了，整天把我关在屋子里出不来，简直要命。我建议你先跟你婆婆站在一边。如今将军战死，府里的妾室庶子都盯着将军的遗产。你婆婆对你严格，是为了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也是为了保护你。你若是想日子过得舒坦些，就多对她服软，等她对你放心了，自然以后就不会束缚着你了。是啊，你们俩可以聊聊育儿经啊。二狗，我他妈18岁女学生，聊育儿经，我能聊明白吗？你聊不明白，你去看书啊，看书！我和二狗天天看书，天天看书。看书？你们俩还不了解我？我看个毛线啊！看育儿经啊！夫人，不好，是一直跟着我的老嬷嬷。快去！去吧，去吧！哎，去你的吧！去吧！我在这儿。哎呀，夫人，可算找到你了，咱们快回去吧，再不回去，老夫人可要怪罪了。也不知道谢之云之后什么时候才能和咱们团聚。在这陌生的世界里，也只有我们几个抱团取暖了。放心，只要他能记着我刚刚对他说的，日后总有机会能出来。希望吧，但愿吧。母亲，谢氏，为何这个时辰才回来？完了，果然被老夫人问责。这对婆媳关系向来不好，如今这番质问，二人一定会大吵起来。母亲，不知道，我今晚差点回不来了。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好多猪，差点给我撞了。幸好啊，有嬷嬷在。夫人是把苏府大家比作猪吗？不对，这令人惊讶的是，她居然向老夫人撒娇。谢氏，你这是吃错药了。呀，母亲，你怎么都不关心我？那野猪可有伤到你？能得母亲关心，我好感动。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？我抱我自己母亲有什么体统？他把我当做自己的母亲，而不是婆母。果然贞洁的话有用。母亲，我整日在府里待着也无聊，我想出去散散心。不行，你肚里还怀着孩子呢。要是母亲不放心的话，你就让嬷嬷跟着我。行，孔嬷嬷，请务必保护好夫人安全。是，老夫人。Yes。谢谢母亲，母亲最好了。保证好安全啊！放心吧。夫人和我们东家裴世子、苏公子都是朋友，大家有自己的话要聊。可是，放心吧，没危险的。干娘，哎，苏二狗，
原来这就是你儿子啊！来，叫干娘。谢谢姨夸奖，不过我已经有干娘了。贞姐是大干娘，我是二干娘，以后大干娘和二干娘一起护着你，好吧？二干娘，真可爱，苏二狗，没想到你个死宅男还能生出这么可爱的儿子。说到底，这是原主的儿子。哎，行了，你们也别玩我儿子了。那个，我请假请1个月，还有半个月就上朝了。陈姐，你能帮帮我吗？哎，咱们几个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你看什么书学什么写。就是。来，喝茶。这个说是叫什么云雾茶，专供金圈勋贵。我喝着就那样。王二虎，你以为你多大的能耐呢？还能品出来茶的好坏？你快别笑死人了！哎，得了吧！你说我，你连龙井和毛峰都分不清，你搁这笑谁呢？真这么烂谷子的事都要说出来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？哎，我就提，那咋了？来，哎，谁不是男人？不要人身攻击。你拉偏架是不是？你忘了是谁帮你抽的塔啊？什么拉偏架？这些正义的使者。我呸！这种感觉就好像回到了从前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到哪里都是跟从前一样的快乐。好了，大家别闹了，我们来谈谈正事。正事？我之前跟裴衍还有苏二狗弄了一些造纸的生意，现在也要正式开业了。什么？造纸？什么？造纸？什么？造纸？我之前听甄姐说这个没有这么夸张吧？哎呦喂，太搞笑了！甄姐，你的意思是要把我们在现代用的纸搁这古代造出来？牛！到时候欢迎你来捧场呀！那是必须的。我也要规划规划未来的路了。未来的路，甄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有了安身立命之本，也该摆脱于昭他们一家了。你要和离啊？不是和离，是休夫。来，今日江氏纸业开业了，今日现代纸正式开售。这是将军夫人，她居然跟裴世子和苏公子混迹在一起，这是在做什么？裴世子说这叫剪彩。祝现代纸大卖特卖！好，哇，好！哎，慢点儿。热不热闹？谁把原主的老师请来了？还不是你儿子？你儿子如今是陈大儒的徒弟，那陈大儒呢，又是甄姐的忠实迷弟。不对，迷爷。好，只要有关于甄姐的一丝动向，都能及时知道。看你怎么，叛徒竟在我身边呢！快，多卖几刀给我。听上次预售的朋友说，这纸张啊，银白温润，
用手指轻轻触摸，好似有润泽之感。这笔墨落于纸上，不阴不散，显色度极高呢。这么神奇，给我也来几道。哎，各位，别急，我们这现代纸啊，今天刚买，也是刚做出来的，量呢有限，每个人限购2刀。2刀？限购2刀？这有钱不赚，不是王八蛋吗？见谅啊，各位见谅。不愧是真姐，之前搞预售，把提前炒了，现在又搞限购，营销，勾起大家的攀比心。苏成明，听说之前预售就被抢光的现代纸，你有一堆根本用不完。对啊，都是我干娘给我的。哇，你干娘是谁？好厉害啊！等到时候更多了，给你们每人都分几张。好啊！苏成明，大家都护着你就算了，宁师傅就连线下最风靡的现代纸，一天拿到。之前也没想到，这纸竟会如此受。各位见谅啊！现在在同僚之中，谁有了这纸，谁的身份就高人一等。虽说是限购呢，但是我们今天是第1天开业，为了回馈新老用户，给大家做了个活动，叫做诗词比赛，胜出者我们现代纸奖励50刀现代纸。50刀？那得值多少钱啊？天哪，我要参加！我也要！于大人，来试试吧。我就……若是有了这50刀现代纸，旭哥应该会很开心吧？我也能在同僚之中更有面子。好，我参加。上钩了。于大人，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笔墨铺子作诗的时候，卷望居士出了一首无心云秀本寻常，何须俗眼论短长，清风若解幽人意，自饮松涛过楚冈。哇，那我的题目就是谁能做出这首诗的对词，谁就是胜出者。哇，那可是卷望居士的诗，说的是啊，谁能对得出来啊？算了，这50刀现代纸我还是不要了吧，我可没那本事跟卷望居士比啊。唉，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自从上次败给了卷望居士之后，我就不断复盘着我们的比试，日日想，夜夜想，终于创作出了一首能够胜过他的诗。我就知道，我引以为傲的才学，我付出了无数心血换来的才子光环，是不会被一个连面都没露的人轻飘飘踩在脚下的。哼，我接。野鹤闲云任去留，何须尘网苦烟流，心随朗月凌清汉，深逐流泉过碧洲。哇，不愧是状元郎，这超然物外的气魄真是绝了呀！果然呀，能跟卷望居士一较高下的，也就只有我们大夏的状元郎了。我于昭不是一个阿猫阿狗随便能比下去的，我生来尊贵，我就是大夏最有才学之人。妙啊，于大人这首诗做的妙极了，还有谁能一战？这谁还能跟状元郎作诗一战的？我们甘拜下风。好了，既是如此，那我就宣布我们现代纸第1天开业的诗词大会，胜者于大人。状元郎胜出，真是实至名归啊！这要是卷望居士在的话，也得夸赞他呢。于大人，领奖吧。哦，对了，
愿望居士对优胜者，还有一份礼物相赠。这还有礼物？以愿望居士的手笔赠送的物品一定是珍贵物品。真羡慕啊！这于大人能收到什么样的好东西啊？于大人可以直接打开第一张现代纸，谜底就在纸上。哇塞，不会是银票吧？感觉像是愿望居士给于大人写的诗，这可是值千金啊！修夫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愿望居士赠送的另一物是修夫书，江真为什么这么看重我？他跟愿望居士是什么关系？难道说……不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江真，他就是个乡野村妇。愿望居士给的另一个物品，居然是修夫书。这既然真的是修复书，这愿望居士为何会给于大人给修复书呢？对呀，难道于大人那位出身乡野的、大字不识的原配夫人，她就是愿望居士？这怎么可能？在下愿望居士，有礼了。他就是愿望居士，这就是愿望居士啊！真的，愿望居士，那个平平无奇、出生低贱的生母，竟然是愿望居士！没想到愿望居士居然是乡野出身的村妇啊！呸！愿望居士的名声早已响彻整个京城，你还敢说他出身低贱？所以苏府家宴那晚，我见到的愿望居士是替身？那是因为甄姐想用这个名声吸引你过来。靠，我就说嘛，没有任何人能比我更了解甄姐的外号了。不好意思了，各位，之前因为个人原因一直隐藏身份，还让其他人顶替愿望居士的头衔和大家相见。如今我以真面目示人，一是为了将现代纸与我本人的名声绑定，二就是为了修夫。江真，你要休了我？哼，简直是笑话！就算你是愿望居士又如何？我大夏自开国以来，从来就没有女子修夫的道理。要修，也是我修你。那我就做大夏修夫第一人。你，那我也不同意。还没有你不同意的份儿。如今甄姐既然是要跟于昭和离，那我就护着甄姐，也不算插手别人的家事儿。没错，只要有我苏雨舟在，他想离你就得离。难道说你更想当丧夫？裴世子、苏公子还有将军夫人，居然都护着愿望居士，那他们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关系？甄姐是我们三个的姐姐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从来没听说过江真有兄弟姐妹。甄姐是我们的义姐，不是亲姐，却胜似亲姐，不是你这种人能懂的。京城身份地位最高的三家，竟然都是愿望居士的靠山。这都不用三家凑到一起，单拎出来一家，都能打得他状元府满地找牙。江真，你要休了我？哼，简直是笑话！就算你是愿望居士又如何？我大夏自开国以来，从来就没有女子修夫的道理。要修，也是我修你。那我就做大夏修夫第一人。你，那我也不同意。还没有你不同意的份儿。如今甄姐既然是要跟于昭和离，那我就护着甄姐，也不算插手别人的家事儿。
没错，只要有我苏雨舟在，他想赢你就得赢。难道说你更想当丧夫？哇，裴世子、苏公子还有将军夫人，居然都护着郡王居士，那他们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关系？贞姐是我们3个的姐姐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从来没听说过江真有兄弟姐妹。贞姐是我们的义姐，不是亲姐，却胜似亲姐，不是你这种人能懂的。京城身份地位最高的3家，竟然都是郡王居士的靠山。这都不用3家凑到一起，单拎出来1家，都能打得他状元府满地找牙。大家说的没错，跟这3大家族比起来，状元府不够看的，婉仪母亲的母家中远侯府也不够看的。可我竟抛弃我背景那么强大的生母，认了区区一个侯府女儿做母亲。母亲，你为什么瞒我？若您不瞒我，我怎会去认了别人做母亲？所以，你认做母亲的标准就是看谁更有利用价值，是吗？不忠不孝、背信弃义的白眼狼，还不配做我的孩子。说到底，你也有错。你为什么要瞒我你的身份？明明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身份为儿子铺平往后的道路，可你偏偏选择了隐瞒。你是不是根本就视儿子的前途为无物？住口！小明，你为何总是想着靠别人走捷径？前途不应该是自己挣来的吗？不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走到今天这一步，还不是多靠你身为太傅的曾祖父和身居内阁的父亲？你错了，小明现在拥有的一切，和苏太傅与苏雨舟都没有半点关系。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才会以那种想法去揣测他人？你和你父亲真是一模一样。之前我一直留在余府，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的强大。如今无人不知捐望居士，无人不知现代旨，无人不知我江真。你面对的不只是我，还有我背后千千万万的支持者。如今大家都明白，你余昭不过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伪君子。呸！白眼狼！就是这样的陈世美，配不上郡王居士。支持郡王居士休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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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帮蠢货！我是状元郎，江真，都是你！我父亲，你没事吧，父亲？白眼，你当街打人！打你怎么了？你不知道我裴世子纨绔的名声？我打的就是个随心所欲，你能管我？谁能管得了我？谁敢管我？好，江真，你给我等着！真是活该呀！活该！丢人，早该打了。今日多谢各位出言相助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居士，我有一种看热血番的感觉，燃起来啦！哎呦我操！江真就是郡王居士啊！是啊，我也没想到他竟然是郡王居士，他还当众说要休了我，简直荒谬。甚至就连京城身份最高的3大家族，都说是我母亲是郡王居士的弟弟和妹妹。江真，她不是应该就是一个乡野村妇吗？为什么会如此？夫君，你为何不与江真解除夫妇关系？难道你对他？要是余昭因为江真的身份背景再次回到他身边，我该怎么办？他当众说要休了我，我如果答应，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？现在看来，比起江真，盛婉仪确实更加蠢笨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现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京城3大宣贵都是江真的小弟，都不肯与之作对。
恐怕也不肯与我们为伍啊！哼，就不信了，这京城还能被三大家族只手遮天？哎，是啊，听说了，确实需要跟他保持点距离。上次你那篇文章写的不错呀。是啊，没错。啊，二位，这花儿不卖不卖。苏大人，苏大人，我们不是约好了今天一块去参会吗？于大人，我家大人吩咐过了，只要是您来，这门就不能开。您还是先走吧。哎呀，松开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开门？难道就因为我得罪了三大勋贵？于大人，您还知道啊？如今大家都知道了，您为了攀附侯府，苛待发妻，眷望居士。偏偏三大家的少爷夫人还是眷望居士的弟弟和妹妹，你把三大家也得罪了个透，就单拎一个出来，都是让人惹不起的存在。京城没有人再敢跟您站一边了，您还是松手吧。好一个江真，好一个京城三大家，你们都想着把我逼上绝路。哼！这于大人怎么会这样？又人了，真是走吧走吧。哎呀！我去，一个月盈利这么多，真牛啊！这么说来，我们在古代也能发币横财？哎呀，你傻！以我们现在的身份，已经很有钱了，好吧？加上现代纸这笔买卖，那是富上加富啊！确实不错。江真，你出来！东家，是于大人找来的，正在外面大闹。这几天没干赢，还想来闹啊？他还有脸来？看我不打他一顿！不用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能解决。不是你俩真不去啊？去呀！弄啊！若是继续被他人这样避如蛇蝎，我多年来营造的一切，我的才学，我的状元地位，都将被他人视若无物，都将付诸东流。要是江真能回到我身边，凭借他眷武居士的名头和跟三大家的关系，说不定能扶我上青天，到时候盛婉仪也就没什么用了。你来是在休书上画押的吗？阿珍，我不合理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们曾经那么相爱，你都忘了吗？你以为你服软，我就会再次被你蒙骗吗？阿珍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？我是真的爱你啊！我如果不爱你，我们两个又怎么会一起扶持走过那么多年？扶持，一直扶持的是我对你吧？最后再告诉你一遍，早日在休夫书上画押，你我恩断义绝。江真，我已经这么求你了，还装什么装？哼，怎么着？想跟我比划比划？江真，想休夫，做梦去吧！干死！呸！咱们别跟他玩了。啊！母亲来接我下学，她心里还是有我的。你们别得意，我母亲可是眷望居士，还是京城三大家的姐姐。要是你们背后议论我，吃不了兜着走。谁是你母亲？你以为你服软，
我就会再次被你蒙骗吗？阿珍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？我是真的爱你啊！我如果不爱你，我们两个又怎么会一起扶持走过那么多年？扶持？一直扶持的是我对你吧？最后再告诉你一遍，早日在修复书上画押，你我恩断义绝。江真，我已经这么求你了，还装什么装？怎么着？想跟我比划比划？江真，想修夫，做梦去吧！干死！呸！咱们别跟他玩了。啊！母亲来接我下学，她心里还是有我的。你们别得意，我母亲可是眷望居士，还是京城3大家的姐姐。要是你们背后议论我，吃不了兜着走。谁是你母亲？这孩子这么小就懂得仗势欺人，心机太深了。母亲，你就是我的母亲啊！从前都是儿子不懂事，都是盛世逼着我认她为母的。我的母亲就您一人。成为你的母亲有什么好处吗？你是不是自我感觉太良好了一些？母亲，从你认盛婉仪为母那天开始，你我之间就没有任何瓜葛。以后你好自为之，儿子的背叛是压死原主的最后一根稻草，道歉换不来他的性命。况且我不是原主，也没有资格来原谅他。干娘，哎，是不是父亲又被你给留堂了？所以是您来接我？对呀。苏城一直说的干娘就是我的母。什么好东西都是他苏成明的，这是我母亲。小明，有没有哪受伤？疼不疼？没有。母亲不要我了，母亲真的不要我了。于同学，这孩子这么小就懂得仗势欺人，心机太深了。母亲，你就是我的母亲啊！从前都是儿子不懂事，都是盛世逼着我认她为母的。我的母亲就您一人。成为你的母亲有什么好处吗？你是不是自我感觉太良好了一些？母亲，从你认盛婉仪为母那天开始，你我之间就没有任何瓜葛。以后你好自为之，儿子的背叛是压死原主的最后一根稻草，道歉换不来他的性命。况且我不是原主，也没有资格来原谅他。干娘，哎，是不是父亲又被你给留堂了？所以是您来接我？对呀。苏城一直说的干娘就是我的母。什么好东西都是他苏成明的，这是我母亲。小明，有没有哪受伤？疼不疼？没有。不要我了，母亲真的不要我了。于同学。你醒了？景旭看，娘亲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糯米糕。病在你身，痛在我心。希望老天能让你赶快好起来，我愿为你承受所有的痛苦。
大夫说你最近没有好好吃饭，身体有些虚弱。万一母亲说少食才能多思考。你只是一个小孩子，正在长身体，怎么能……算了，这也不是我该管的事情。既然你已经醒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母亲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再爱爱我。于景旭，人要对自己做过的决定负责任。况且你对原主、对我的伤害是真真实实存在过的，不是一句抱歉就可以轻易接过的。这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课。这是原主在心疼吗？于景旭，你记住，君子要自强不息。险些忘了，这是原主唯一的儿子，他又如何不能心疼，如何不能宠爱？既然还有悔改之意，那就最后点拨他一下，就当做我占据原主身体的报答。至于能不能成才，就要看他自己了。我为何现在才明白，谁才是真心对我，而我到底想要什么？怎么样？我父亲那边有回信吗？他愿意帮夫君在京城重新立足吗？侯爷听说咱们于府得罪了京城3大勋贵后，都不愿意再帮助咱们了，还说让你以后也别再给他寄信了，他不会再帮你了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母亲，你怎么来了？赶紧回去，别等了。果然，万一母亲连我病了也不知道。不孝子于景旭叩别母亲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近日以来，景旭常常回想过往，回想自己抛弃生母，认他人为母的行为是否有错，日夜思之，悔不当初。景旭多谢婉仪母亲照拂之恩，但日后你我就各安其道，再不以母子相称，这样是否能赎清我的一些罪孽呢？你要与我断绝关系？你竟然要与我断绝关系？景旭，旭儿，这怎么了啊？看看，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，如今就要与我断绝关系。景旭自知对不起母亲，也对不起您，自请去接受家法。谢谢你母亲，儿子未来定会谨记您的教诲，该当自强。婉仪，婉仪，婉仪，有话好好说。好好说什么好好说？你就帮着你儿子是吧？他说认我当母亲就认，他说断绝关系就断绝关系，他把我盛婉仪当成什么了？他不就是你的儿子吗？不是，要不是这些年来我身体不好难以有孕，我才不会认别人的儿子，更何况他如此蠢笨。你在说什么？婉仪，大夫，叫大夫！所以，我的孩子没了是吗？我也没有想到，
我们这么多年都没孩子，这次竟然……万一没事的，以后我们会有很多孩子啊！滚！你给我滚！哎，万一，万一，你给我滚！万一，那你好好休息，等你冷静下来，我再来看你。江真，都是因为你，是你，我的孩子。江真，你挖我孩儿性命！要不是你，一进去就不会跟我提出断绝关系，跟于正就不会吵起来，我的孩儿更不会离世。师姐，你有没有事？放弃吧，我击中的是你的尺神经，这个部位一旦被打中，就会手脚发麻，握力丧失。多读点书吧你。这就送他去报官。等等，等等，别报官！这别报官，一旦报官，中远侯府就不会再认这个女儿了。这种耻辱，比杀了她还要更难过。那真姐，他当时想要去刺杀他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愿意在修复书上画押，条件是你们放过婉仪。可以啊。至此，你我恩断义绝，天各一方。想要得到一切，最后一切都没有得到，也许这就是我的结束。啊，怎么了这是？听说今天早上上朝的时候，苏家和裴家联合起来参了状元郎一本，这皇上一查，发现确有其事，他确实品行有失，就让他贬去了外地。这盛家嫡女和他儿子跟他一起去了。真惨呐！来，今天我们现代纸第2批正式发售。卷望出品，必属精品。这位就是我们的卷望居士。苏二狗，你踩到我脚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不是你踩的我脚吗？那又怎么样？二干娘，小明，你可不许拉偏架。不许！怎么了这是？没想到我们现代纸连分店都开起来了。对啊。珍姐啊，准备什么时候想想看有什么办法回到现代？不想了，有你们在我身边，在哪个朝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说的也是。昨夜心头牵挂，今朝眼底我也一样。曾是惊呼，
照应无限独听雨下，寒夜里把酒当茶。